在之前的視訊已經講解金屬與水或酸之間的反應，說明金屬的活性。今天的影片探究金屬化合物在水溶液中的置換反應。從之前的影片中得知鉀金屬比鈉金屬較活潑。以下是鈉和鉀的電子結構圖。從原子的結構可推斷鉀比鈉更容易形成正離子，因鉀較鈉更容易失去最外層的電子。由於鉀金屬較易失去外層電子，導致鉀金屬的活性較鈉金屬為強。再次觀察金屬的活性序，得出首個的金屬是鉀，因為鉀是最容易形成正離子，而最低活性的金屬是金，因它極不容易形成正離子。依據金屬的活性序來推斷金屬的置換反應，它的原則是活性較高的金屬可以置換較低的金屬的反應。實驗說明某些金屬在水溶液中的置換反應，例如將鋁金屬放入硫酸銅溶液中，鋁金屬會把銅置換出來，生成硫酸鋁和銅的晶體，因為鋁的活性比銅為強。同時，鋁箔的表面生成銅的晶體，原來的藍色溶液則會漸漸褪色。銅與硝酸銀溶液產生的反應。銅條上生成銀色銀的晶體，而溶液則會變成淡藍色。相反，如果我們將一根銅條放入氯化鋅溶液中，一天之後，即沒有任何可觀察的變化。以上實驗結果可得出一個結論：活性序中位置較高的金屬 A 能夠把位置較低的金屬 B 從其化合物的溶液中置換出來，反之則不能。